大家好呀，我是云飞。目前的谷歌相机有2套比较主流的配置啊，用的人比较多。一套是日文大佬制作的这个谷歌相机徕卡版本，另一套是飙车老马大佬制作的。在去年，我是使用了我的小米10 Pro 来进行一些拍摄，然后给大家说它的一个区别。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年了，它们有哪些差别呢？我将使用我的小米13 Pro 在这个园区里面拍摄一些照片，来告诉大家它们2位的配置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哪位大佬的配置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现在开始。我将使用小米的徕卡和日文的柔和，还有老马的生动创意来进行一个对比。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日文的和老马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俩这个倾向是比较一致的，反正至少是比原生是好很多。我刚才拍摄了几张照片，经过我的对比下来，我发现不管是老马的还是日文大佬的，它其实都比这个系统自带的会要好很多。这个细节的话，我们晚点回去电脑再看一遍。就细节来说，确实还是日文大佬的会更胜一筹。那我们现在就是使用不同的配置来对比一下其他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现在我拍摄了大概3组这种配置啊，就胶片色来说，它们俩各有千秋，就是都是非常有质感的那一类。刚才那几张照片，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这是使用日文的复古胶片和老马的 CCD 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不过说实话，老马的 CCD 的配置拍摄的这张照片我是非常喜欢的，就非常有感觉啊，我觉得是很有胶片感的，确实是牛逼。然后关于这个暗调，2个暗调其实并不太适合我们日常的这种拍摄啊，所以这个暗调的把控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而关于人像模式，不管是小米13 Ultra 它原本的相机，还是飙车老马的，还是日文的，它们都有一定的倾向。像系统自带，它会更加倾向把你人脸的这个肤色稍微提亮一点，但是个人感觉稍微有点假啊。而飙车老马的，它更适合于咱们这种男生，他可能就是倾向于还原咱们黄种人这个皮肤，就这种感觉啊，可能会稍微加那么一点点饱和度。而日文大佬的，它会更倾向于女孩子，就有点那种冷白皮的感觉。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张图。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对比。而接下来的2种配置，我可以说它们是截然不同的2个风格，一个是柯达多彩，另一个是电影叙事。柯达多彩它着重于这个暖色调的一个展现，很有我们印象中柯达的那个味儿啊。而日文的电影叙事它就是偏冷色调的一个展现。我给大家看这些样片的对比，大家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个也要看具体的一个环境、具体的展现。有的它使用这个柯达的色彩就非常的有氛围，而有的使用日文的这个电影叙事也非常的有格调。所以说，大家要结合自己拍摄的场景来选用需要的一个配置，从而获得更加有质感、更好的一个照片。就比如这个小猫，柯达的这个也非常可以。日文的这个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冷色调，但我觉得最好的其实就是这个原相机就蛮好的。在本次的拍摄里面，我们对比了目前主流的日文的和老马的，其实我们发现，他们俩的这个配置它其实各有千秋，在面对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我们调用不同的配置，它其实可以起到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说具体的环境我们要看具体的配置，其实只要配置好了，咱们使用哪位大佬这个相机和配置都是非常 OK 的。所以大家多注意场景和这个配置的搭配，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才会更加的 OK。配置它没有优劣之分，它只有适不适合。所以以后咱们多折腾折腾，咱们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多想想它适合怎么样的一个配置，什么样一个色调，这样我们才能拍出更多更好看的照片。那我们下次再见，我是云飞，记得点赞关注。